大家下午好，今天是6月11号。那么今天早上因为一些事情耽搁了，所以没有录视频。那么今天下午我们第一个视频来说一说港股的微高股份。这一只港股是来自于咱们的一个粉丝约稿。那之后，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当前的一个月线图。下跌从相对的高位下跌的五浪已经走完了，目前是处于相对低位的一个震荡筑底阶段。那么后期我个人是比较看好这只港股，后期整体走势的会出现一个3波的 ABC 反弹的，并且从幅度上来说的话，空间也是比较大的。那下来我们具体来分析一下这只股票后期的预期形态。从当前的月线图可以看到，高点出现在 22.70， 点是出现在去年7月份的 3.60。这次的下跌走势是一个五浪形态，但是由于4浪的反弹和1浪的底部出现了重叠，那么这里只有2种解释，它要么是引导，要么是终结。但是由于级别足够大，所以此处的反弹一定会出现。那我们再看一下黄金分割拉取的后期整体反弹上行的一个目标压力，最近的一处位置是位于 0.236 0.236， 上方依次还有382呀，对吧？50%或者是618，都有可能成为后期月线级别的反弹结束之后的途中的一些压力目标。以上的点位分别是 8.13 港币、10.92、13.16 以及 15.42。 那从相对的低位 3.6 我们往上看，当前的反弹无论是幅度来说还是时间跨度来说，都远远没有达成预期。甚至于可以说，如果后期确实会走出反弹的 ABC 3波，那么目前来看，连初始的 A 浪都没有完成初始的 A 浪没有完成。因为以往的 A 浪反弹的话，它会摸到 0.236 或者是处于 0.236 到 0.382 之间找到一个反弹的高位结束。那从现在的点位来看，应该是 A 浪还没有走完。那下来我们将时间调整到这个周线图，那可以从周线图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当前就是处于一个相对低位的一个震荡筑底的一个阶段那这里我们先预期 3.6 往上涨的，把它先假设为 A 浪1 A1， 那之后这个回撤 A2， 那目前就是可能处于这个 A3 的走势当中。等 A3 运行完毕，后期可能还会有 A4 A5 来完成这一次整体的一个反弹走势这是一种比较乐观的看法。 A4 A5 目前是一种比较乐观的看法。那么这种乐观的看法，那我们看一下它短期的一个支撑在哪里。短期的下方支撑就在 5.21， 或者说是直接突破 A 浪1的高点，也就是 6.57 左右。这是第一种预期。我们下来说一下第二种预期。以上的图示我们先保留一下，我们用更小周期的天图来说明。第二种走势，之前的 A1 这个不变依然是看它已经完成。变化主要发生在 A 浪2当中。A 浪2当中又会出现一个次级别的子浪，小级别 ABC、B、C， 也就是说 A 浪2的内部会出现一个明显的3波形态，并且走势会异常的复杂。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就要考虑找到它的一个下方的关键支撑位。第一种方式，我们通过趋势线，此处位置是位于 4.54， 同时我们借助 A 浪1整体的上涨的一个回撤幅度，可以看到指向的下方支撑带在618到764，这个区域包含了刚才所说的 4.54， 它是位于 4.73 到 4.30。也就是说，等这个 A 浪2的复杂调整结束之后，才会再次走出新一轮的 A3 走势。那么可以看到，这就是目前第一种预期和第二种预期的一个区别主要区别是在于回撤的幅度不同，所以造成了调整的结构不同。第一种是 5.21 是不能跌破的走势，那么 5.21 不能跌破，同时它要向上突破之前的 6.57 确认这个处于 A 浪3当中。那如果不突破 6.57， 反而向下
跌回到了 4.30 到 4.3 这个区域，那么才能考虑第二种的一个调整形态。所以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说的话，目前想要参与这只微高股份的市场机会只有2次机会，只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等回撤到 4.73 到 4.30 再考虑整体后期看涨，看 A-3， 或者说是向上突破了 6.57， 这时候我们才去参与 A-3 后期的一个走势。那如果大家有其他感兴趣的品种，也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咱们分析的大类主要是美股、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金银油。通过刚才的梳理，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微高股份所处的当前的一个位置，以及后期可能会采取的2种操作方式。那当前从现在这点位来说的话，它处于不上不下，所以中短期时间里我们依然需要等待这个价格出现一个变化，或要么跌到支撑位，要么突破上方的压力位，只有这2点。好，今天下午的第一个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